养殖虾都是吃抗生素、激素长大的，到底能不能吃？告诉你真相。小李是个爱吃海鲜的年轻人，尤其喜欢虾，无论是白灼、蒜蓉还是辣炒，他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一天，他和朋友在餐厅点了满满一桌虾，朋友却突然说，听说养殖虾都是用抗生素和激素喂大的，多吃对身体不好。小李听后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有些犯嘀咕，虾的味道虽然鲜美，但这些传言让他吃的不那么安心了。回家后，小李在网上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却发现信息众说纷纭，有的说养殖虾有问题，有的说只要正规养殖就没事。面对这些复杂的信息，小李一时间不知道该相信谁。可是虾毕竟是人们餐桌上的常见美味，如果它真的有问题，那还能放心吃吗？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正规养殖的虾类在生产过程中是严格按照无公害水产品养殖管理规范执行的。在养殖用药方面，国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等违禁药物。此外，中国水产品出口至国际市场的合格率多年来保持在 99% 以上，充分证明国内养殖的水产品在质量控制方面是有保障的。我们平时吃的虾都是养殖的吗？现在市面上的虾确实以养殖虾为主，这并不是因为野生虾不好，而是野生虾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虾的流行，野生捕捞已经无法支撑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量，而养殖虾的出现不仅让供应更加稳定，也让虾成为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野生虾主要生活在海洋、湖泊或者河流中，生长周期长，产量不高。捕捞野生虾受到季节和气候的限制，数量波动大，供应并不稳定。而且随着全球水产资源的减少，野生虾的捕捞已经受到严格限制，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它在市场上的比例。相比之下，养殖虾可以全年稳定供应，价格更实惠，品质也更可控，因此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军。养殖虾的优势不仅体现在产量上，还体现在规格和品质的一致性。野生虾由于生长环境多样，大小、口感和营养成分可能差异较大。养殖虾因为饲料和水质都经过科学管理，虾的品质通常更加均匀。对餐饮行业来说，养殖虾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为餐厅需要保证每一道菜品的口感一致。目前全球养殖虾的主力品种是白对虾和斑节对虾，这些虾适应性强，生长快，是理想的养殖品种。在中国，养殖虾的主要产区包括广东、福建、广西等沿海地区。得益于先进的养殖技术和严格的监管，中国的养殖虾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大量出口到国外。养殖虾虽然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但野生虾也有它的独特之处。野生虾因为是在自然环境中长大的，肉质可能更紧实，风味也更丰富。不过野生虾的价格普遍较高，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常吃到，而且由于野生虾的捕捞环境可能受到污染，比如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的残留，它的安全性并不一定高于养殖虾。养殖虾和野生虾在营养价值上的差异其实并不明显，无论是蛋白质含量、脂肪比例还是矿物质水平，两者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养殖虾的饲料配方经过科学设计，已经可以很好的模仿野生环境中的营养成分，因此它的营养完全能满足人体需求。关于养殖虾和野生虾的选择，更多的是个人的口味偏好和经济条件。如果喜欢更加鲜美的口感，可以选择价格更高的野生虾；如果追求性价比和稳定供应，养殖虾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养殖虾都是吃抗生素、激素长大的吗？很多人听到养殖虾这3个字时，脑海中可能立刻浮现出一些负面的印象，比如吃了大量抗生素、注射激素快速长大。事实上，这些说法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误解。养殖虾的成长环境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正规养殖场都需要经过专业的水质管理，虾对水质的要求很高，水的温度、盐度、溶氧量都直接影响虾的存活和生长。为了保证这些条件，养殖户会定期检测水质，保持水源清洁。优质的水质是虾健康成长的基础，如果水质不好，虾很容易生病。
因此养殖场更愿意通过改善水质和环境来提高成活率，而不是盲目依赖药物。在用药管理上，国家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和无公害水产品养殖管理规范都要求，养殖过程中禁止使用激素和抗生素作为促生长的手段。如果要用药物治疗疾病，也必须严格按照规定选用符合标准的药物，并有明确的停药期。停药期是指在虾上市前的一段时间内，停止使用所有药物，以确保药物残留完全降解。这些规定的出台，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虾的安全性，减少消费者的担忧。激素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激素在虾的养殖中根本没有必要。虾的生长速度和品种、养殖技术、水温等因素有关，而不是靠激素来催大。使用激素不但成本高，对虾的品质也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可能影响存活率。对于养殖户来说，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因此正规养殖场基本不会使用激素。至于抗生素，确实有些不规范的小型养殖场在过去出现过滥用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虾的养殖密度大，容易滋生细菌。部分养殖户会试图用抗生素来预防疾病，然而这种行为早已被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如今市场上销售的虾几乎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检测项目包括抗生素残留，一旦发现超标，相关产品会被直接下架，甚至销毁，养殖户也会面临处罚。正规养殖场现在更倾向于通过生态养殖的方式预防疾病，比如优化饲料配方，提高虾的免疫力，或者利用益生菌调节水质，从源头减少病害发生的概率。这种方式不仅更健康，还能让虾的品质更高。3. 想要健康食用养殖虾，注意好以下4点。养殖虾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想要吃得健康又放心，有一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无论是购买、储存还是烹饪，做好每一步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养殖虾的安全和美味。1. 选购时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养殖虾时，选择正规超市或市场的优质产品很重要。正规渠道的虾通常会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包装上也会标注清晰的生产信息，比如养殖场的来源、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样的虾在生产和运输环节都受到了更好的控制，卫生安全更有保障。挑选时可以看虾的外观，新鲜的养殖虾可光滑透明，头部和身体连接紧密，闻起来不会有腥臭味。如果是冷冻虾，冰层应均匀且透明，没有过厚的冰衣或化冻现象。散装的虾也需要注意来源，避免选择标注不明的产品。2. 储存时避免反复解冻。养殖虾的储存需要注意温度和环境，特别是冷冻虾，买回家的虾如果一时吃不完，可以放在冰箱冷冻室保存。冷冻养殖虾的最佳保存温度是零下18摄氏度以下，这样可以有效抑制细菌生长和营养流失。如果是冷藏保存，建议尽量在24小时内食用完，避免虾变质。储存时要避免反复解冻，这会让虾的肉质变软，营养流失，甚至滋生细菌。想要使用时，只需根据食用量提前取出解冻，不要一次性解冻所有虾，避免浪费和安全隐患。3. 烹饪时一定要彻底加热。虾虽然营养丰富，但未充分加热的虾可能携带细菌或寄生虫，对健康造成威胁。养殖虾无论是煮、蒸还是炒，都需要确保完全熟透。虾肉从透明变成乳白色或淡粉色，虾壳轻松剥落时，说明加热已经足够。烹饪时可以保持适度的时间和火候，既能杀灭可能存在的病菌，又能保持虾的鲜嫩口感。不建议生食养殖虾，即使是看似新鲜的虾，未经充分处理可能存在隐患。虾头部分的消化腺可能积累了一些有害物质，加热处理能更安全的食用。4. 避免过多调味或高温油炸。吃虾时过多的调味可能掩盖了虾本身的鲜美，还容易增加盐分和油脂的摄入，不利于健康。简单清淡的烹饪方式不仅能保留养殖虾的营养价值，还能减少不必要的健康负担。如果选择煎炸方法，要控制好油温和时间，避免因为高温油炸导致的有害物质生成。而且养殖虾脂肪含量低，油炸过度反而可能破坏它的营养。选择蒸煮等方式更加健康，特别是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
这样的做法更容易消化吸收。吃虾这件事其实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讲究，只要我们在选购、储存、烹饪等环节稍微留点心，就能放心的享受虾的鲜美与营养。无论是家里的一盘白灼虾，还是餐馆里香喷喷的蒜蓉开边虾，吃到嘴里的那一刻，都是生活的小确幸。